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一颗兰花呢，也是一个超市兰花，它的名字叫做樱桃 Phalaenopsis cherry、cherry 就是樱桃。这颗兰花我当初会买呢，其实完全不是因为它的花的颜色，而是因为它叶子上面的隐性斑点。但是呢，其实这颗花在开花之后呢，其实还是挺好看的。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把时间往前推，看一下当时买回来之后，开完花之后，它的一个生长的状况。2018年的10月中旬呢，其实开完花之后呢，它就是在长叶子，也在长根系。那这颗兰花它的特色，像我刚说的，就是它叶子上面的隐性斑点那这个的部分呢，因为它名字的关系，那我其实没有特别去查它的亲本但是就是以叶子上面有斑点的这些原生种的兰花来说呢，其实也就是那3、4、5种花，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方面那个部分的亲本出来的。那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长新的花梗出来那这颗兰花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根系是往上长，是因为它长，我是把它放在一个杯子里面然后呢当作是一个隔绝，那也是用那个杯子来泡水施肥浇水的一个工具。那有一些根系它当时在长得很茂盛很旺盛的情况之下，那我没有把它压回杯子里面，所以它就沿着杯缘往上长那这个呢，有些人觉得不好看，那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只是当兰花太多根系长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个决定看看是否是要换盆或者是不管它。那不管它的好处是这兰花就是自由生长它可以长得很开心。坏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种植兰花的空间有限那因为它的这个根系也许长得太多太爆棚，其实占掉左右它周围的空间会占掉一些空间，那也相对的就减少你养其他兰花的空间。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这个兰花主人要去衡量的，就是看看说这个兰花的根系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有兰友问我说，可不可以把它压回到杯子里面去，或者是找一个稍微再大一点点的这个容器，然后在下一次换盆的时候把这些新的根系种进去。可以有时候我这样做，那有时候不这样做。那其实我自己就是看当下，我其实没有一个准则，我就是看当下我这颗兰花我对它什么样的感觉，我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科学就是看当时。那这颗兰花我当时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弄太多繁杂的步骤，我就让它自己长，所以它就2条长长的根系长出来。那这颗兰花呢，其实它当时在长的时候，它的这个我有把它稍微挪了一下。它花梗长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向着窗户，但是我后来又把它转了90度，所以你到时候可能有一些照片你会发现它的花梗是沿着叶子跟叶子几乎平行长，但是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几乎又转弯了，是因为我当时把它转90度，所以它又在长另外一个方向，但是都是朝阳光窗户的方向长。这颗兰花还是种在原来买回来的杯子跟戒指里面，原因是因为我新买回来的兰花，如果我的观察上面没有病虫害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戒指我都还会让它撑个1年或者是到2年。因为兰花开完花之后，它在你的新环境里面还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所以如果我又把它马上换盆它除了要适应新环境，它还要适应新的这个介质、新的种植方式，而且如果你在换盆的时候有伤害到根系也许它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再重新达到它能够开花的状态。所以我在猜测这个应该是很多兰友为什么花开完之后他做了一些动作，然后后面的是1、2年都没有开花，也许不是你在这1、2年的照顾不当
也许是也许比如说是烂根啊出现问题，如果是都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在你换盆的时候伤到了兰花，那它一次要适应环境，又要适应根系的这个受伤，或者是这个新介质，或是容器大小，它就会变成一下就是自顾不暇就会多方面不适应，所以它就可能1年2年的时间慢慢恢复，才有可能再开花。所以为什么这颗兰花呢？它开完花之后的隔年它又开花，是因为我对它我没有进行换盆没有伤害，然后再加上就是一般正常的养护跟一些肥料的供给它就进而又再次开花。当然，如果你买回来的兰花买回来甚至还有在开花，如果它已经有很明显烂根，或者是说很明显有病虫害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是应该换盆的。这个东西会需要一点经验时间的累积，你才会知道说怎么样做对那颗兰花当时是最恰当又能够最减低伤害的步骤。那当时这颗兰花挺健康的，那我就决定不要换盆，所以今年呢又有花看。不过最后其实我还是需要在一个时间点去决定这颗兰花要换盆然后要用怎么样的种植方式，有介质没有介质的半水耕还是传统种植方式，还是要上杯上板，这个我就必须要对这颗兰花来做决定。那这颗兰花呢，目前看到的这影片片段就是它完全全开的一个影片。那这颗兰花其实我很多朋友很喜欢，不过我不确定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花的颜色可能就是因为它这样不规则的这个白边，然后跟这个桃深红色这样的一个分布那这颗兰花到最后我是有把它带去办公室，那也是开花，陆陆续续开了，就是花期大概有2个半月这样的时间最后一朵花掉的时候是在我记得是6月中旬2019年的6月中旬。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片段呢，它有一片叶子的末端开始慢慢变黄，那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缓慢，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这颗兰花本身它叶子上面的一个自然淘汰，我就也没有太去注意如果是一片叶子黄得很快，然后它马上掉落，2-3天3-4天之内掉落，黄到掉落，这样子呢，这颗兰花应该通常都是根系出了一些溃烂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慢慢的黄其实在兰花自己的这个自然淘汰，自己的这个代谢上面是属于正常的。那浇水方面呢，因为它里面的介质是树皮跟水草的混合，所以呢吸水性保水性还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每一次呢基本上加水大概都是加到杯底的大概1/4我就不再加，然后让它慢慢泡着，然后借由这个它这个 wicking effect 慢慢的吸上去它最后面泡到最后比如说泡了2-3个小时，它的杯子的最上层你也会发现也是有水分的那根系上面你看到有一些根系是呈现绿色的，就表示呢它是有在慢慢的把水分往上吸这样我就可以用水用的比较少。肥料一样是1/4左右的浓度。那你看我这边有把它之前的这个花梗呢只剪了，没有完全剪到最底部，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很容易就能够把这颗兰花拿起来我就不需要去用手拉着它的根或者是叶子把它拉起来，我就是抓着它已经干枯掉但是被我保留下来的那一节这个老花梗这是我个人就是拿兰花的一个技巧。记得每1个月至少要有1次用清水浸泡，那个时候的浸泡呢，我就会把水分的这个高度拉到80%-90%，然后让它泡，因为这个动作呢，能够有助于溶解掉杯子里面残留多余不需要的这个肥料盐分来保持这个里面它的这个盐分的就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比较不容易烧根或者是伤害根系的健康。那有时候呢，也能够用泡的方式呢，比较好的、比较有效果的呢，来冲掉一些就是树皮或者是这个
水草啊，它因为老化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小屑屑这样的一个物质，也能够尽量的冲刷掉。这棵兰花虽然没有香味，但是叶子的观赏性相当的高。那今年呢，它的开花表现，我个人也是觉得相当的满意，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做这样的影片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